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藏象文明。黄帝内经中呢，就记录了人体内有2套生理系统，其中一套呢叫做藏象系统。而50万年前呢，一只名为藏象生命体的外星生物呢来到了地球，而这些外星人呢和人体内的藏象系统又有什么关联呢？据传说呢，他们使用了基因再造而创造了人类，然后呢寄居于人体内，直到今天。通过一本中医典籍呢，揭露了人类进化的最终方向。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藏象文明。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医学呢是研究人体生命的科学，而要研究人体生命的现象呢，就离不开解剖学。中国古代呢有高度发达的医学那就是中医学。但是我们是否也有相应配套的解剖学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很有可能呢，中国古代的解剖学呢就要远胜于今天。甲骨文的心字就说明中国人呢不但知道心的确切形状，而且还知道心与血液循环是有关的，甚至有几条血管出入心脏，故有心有七窍，心有四肢之说。灵柩经脉曰：夫8尺之土，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脏之尖脆，腑之大小，骨之多少，脉之长短，气之多少，12经络，多血少气，皆有大数。当代的解剖学呢，有一些就是无法证明，比如关于气的问题呢，我们不知道气究竟是什么。可是在这则记录中呢，当时的人不但知道气是什么，还知道气有多少。经络呢，我们也是无法证实的，但文中却明确记载着，经过解剖呢，可以知道经络的长短，真的不可思议可见中国古代的这个解剖学也是十分发达。但是它的解剖方法和手段呢，肯定与今天是不同的。它既然能解剖到我们今天无法证实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呢还可以量化，既皆有大数。不但如此呢，中医古代的外科手术呢也相当发达。相传皇帝手下呢有一名医叫渔夫，此人能够依五脏腧穴呢割裂皮肤，解开肌肉将人体的经络调理顺畅。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看见经络的，他还能够打开颅骨治疗里面的疾病，甚至可以陪练人的精气神。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有着极为发达的解剖学，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如果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一套医学理论那是合情合理的嘛。而怪就怪在我们的祖先居然将自己辛苦得来的知识弃之不用。他们建立起来的医学竟然与解剖学没有必然的联系。首先，中医的人体组织结构呢，解剖学无法证实。在人体已有的组织结构中呢，中医与解剖学不对称。除此之外呢，中医还有解剖学无法证实的人体组织，例如中医的经络遍布人体全身，主宰人体的生命系统但这样一个重要的生命组织在解剖学上硬是找不到。西方科学家呢，曾经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动用了各种仪器也只证实了经络是存在的。其次呢，中医的人体能量形式解剖学也无法证实。解剖学证实呢，人体需要从饮食中获取能量，而且科学技术呢能够识别这些能量的化学形式，比如说维生素低浓度脂蛋白等等。而中医学说人体需要精气，可是精与气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东西比如说气，它绝对不是我们每小时所呼出的空气嘛，而是另外一种我们完全不知道的能量形式。而且解剖学也没有办法得知它们的运作方式也就是说，气呢没有解剖学意义，它在解剖学上是不存在的。中医呢就像是类似于违反解剖学之外的东西，而这套理论呢比比皆是，从头到尾。所以中医不是建立在实质的解剖基础上的医学，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但是呢，正是这个事实透露着古怪，让人们不可思议。中华民族有丰富的解剖经验，而为什么中医恰恰不是建立在实体解剖基础上的呢？这就说明中医的研究对象很有可能根本不是解剖生理系统，而是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真实系统。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系统究竟是什么呢？美国有一部电影叫做《异星》，讲述的是在遥远的未来呢，人类已经可以穿行于各个星际之间了，而在茫茫的宇宙中呢，生活着另外一种高级的星际生命，它可以钻入人的体内呢，像寄生虫一样，不但慢慢控制了人的机体呢，甚至可以控制人的思维，最后呢，使人呢变成异形。然而我们下面要讲到的是一种科学假说嘛，
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啊，也许有另外一个生命体存在，而我们呢，只是他们的工具，只是他们的载体而已。而这个生命呢，在远古的时候啊，人们将它称之为灵魂，而在中医里呢，将它称之为藏象。据传说，在50万年以前呢，一只名为藏象生命体的外星生物啊，来到地球，他们发现了这里是茫茫宇宙中啊，含有生命的天堂。而这个星球的陆地、海洋、天空啊，都充满着美丽、丰富和不可思议的生命，所以他们决定留下来。而时至今日呢，这些外星生命呢，仍然寄生在我们的身体里。他们是我们的共同生命体，他们是经络与灵魂的混合体，他们让人类呢对宇宙深处的秘密有着神秘的感知。这就是为什么星象学中的28星宿无时无刻的不再影响着人们的命运。而中医学的全部理论呢，都在讲述着这一生命与我们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中医并不是我们人类解剖形体的一个发明，而是为藏象生命发明的。因为它是一种可以独立于我们身体而存在的，比人类更高级的生物。而藏象一词呢，基本可以概括中医所有的内容。中医的主要内容呢，就是五脏六腑奇恒之腑、经络、五行等等。但是这些内容都太过于散乱了。《黄帝内经》中唯一将这些散乱的内容统一起来的呢，就是藏象一词。至此呢，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切入中医学。而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得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结论就是在我们的身体内还有一个独立于人类生命的另一套高级系统，我们将它称之为藏象生命体。它是以五脏为核心以经络为辅助，识天地之气的高级智慧寄生生物。那么这个生命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呢？藏象高级智慧生命它是无形的，至少目前的科学水平是不能够明确的证明它存在的。可是中医学呢，却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基本的轮廓。根据中医学的理论呢，我们就认为藏象的五脏呢就在人体的中部，大致就相当于腰部，而五脏呢就像个轮，其形状呢也好像是佛教中的万字符。我们把这个轮呢称之为生命之轮。此轮呢是个立体结构，心居于此轮的正中间，而五脏相互之间呢由三焦经相连，而构成了12条经络，各经之间呢又有络相连，而形成了一个如环无端的网络系统。藏象这个组织的结构呢，非常令人惊奇这与我们已知的人体的生理结构是非常的不同，看上去呢，简直像是一个怪物。但是不论有多么不可思议呢，它却是记载于《黄帝内经》中的，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人体生命之谜。中医呢，就是以这个系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以中医的全部的奥秘呢，就藏在藏象的第二身体系统上。不明白这一点呢，就无法理解中医理论的全部。因为中医并不是以解剖实体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而是以第二生理系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为了区分这两个系统呢，中医把它们叫做阴阳。而《黄帝内经》中呢，162篇中有140篇就讲到了阴阳关系的问题。整部书籍涉及到阴阳构成的词语呢，就有3000多个。可以这样说就是离开了阴阳呢，就没有了中医的理论。无论阴阳是如何进入中医的呢，但是创造它的人当时的脑海中肯定有一个固定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呢，阴阳不是哲学概念，而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医学概念，有具体的内容，它对应的人体的真实的生理原型。根据我们对中医的理解呢，中医的阴阳呢是用来描述共生体的一个基本概念。为什么这么说呢？藏象生命与人类肉体就组成了一个共生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解剖生理系统的运作呢，必然会涉及到藏象系统。同样呢，藏象系统的运作也必然会涉及到解剖生理系统。所以中医呢才会使用了阴阳这个词来描述这种共生的关系。大概来说，阴呢指的就是人体的解剖生理系统，而阳呢指的就是人体中的藏象生命系统。人的这两个生理系统呢，与宇宙空间呢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性质呢很不相同。解剖系统呢与大气以下的地球环境密切关联，这个环境呢就提供了它所需要的一切，比如水、空气和各种营养成分。因此呢，中医里地球环境为阴，天为阳，地为阴。而藏象系统呢与地球之外的宇宙空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它所需要的一切的能量呢，最终都来自于遥远的星空。故而地球以外的空间呢，环境就为阳。因此呢，藏象系统随地球的运行而运行。所以藏象系统的能量呢，之所以来自于外太空是因为
那是藏象生命体的来源地。而藏象生命呢，与我们人类解剖生理系统呢是最显著区别的，就是它们对宇宙空间的环境要求不同。在《黄帝内经》中啊，对宇宙空间环境有特别的关注。它不但注意太阳系中的太阳、月亮、5大行星运行的状况，而且特别注意遥远行星的系统对人体的影响，甚至注意到远在6000多万光年外的侍女星座。而这种关系呢，与藏象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藏象与宇宙空间是存在特殊关系的，很有可能呢，对我们猜想藏象的来历呢，会有一些帮助。而有一种假说呢，就是在宇宙生成的早期呢，距离太阳系很遥远的一个地方一种以宇宙生命素为能量的生命体呢开始诞生。它们不生活在固体的星球上，而是生活在星际之间的虚空之中。它们的名字呢叫藏象生命体。刚开始的时候呢，藏象生命体也是很低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们也逐渐的演化嘛，累积了100亿年的进化史，它们就具有了极高的智慧。而这种生命呢，衣食无忧，它们以整个宇宙呢作为家园，游荡在宇宙之间的各个角落，穿行于星际之间。然而，随着宇宙膨胀的加剧呢，大约在距今6500万年以前的时候呢，宇宙膨胀最终就突破了一个临界点。所以星际之间的距离呢加大，星云之间的空虚处的这个宇宙生命素就变得稀薄了起来。所以藏象生命体衣食无忧的日子就终于结束了。但是他们毕竟具有超凡的智慧嘛，所以他们就知道宇宙生命素最好的节流体呢就是水和以水为生的各种生命形式。于是呢，藏象生命体就被迫向固态的星球转移。但是在茫茫的宇宙中有液态水并生长着以水为生的生命体的星球并不多所以藏象生命体需要在宇宙中寻找。于是呢，在不同的藏象生命群开始向宇宙各处扩散呢，可能经过了几亿年，一只藏象生命体就来到了银河系，并发现了太阳系中的地球。那个时候呢，正好距离今天大约是50万年以前。当时的地球呢，正处于生命的鼎盛时期海洋、陆地、植物、动物、微生物应有尽有，是一个非常丰富而理想的星球。但唯独令藏象生命体不满的是地球上当时还没有适合它们寄居的宿主，任何一类的动物都有根本的缺陷，无法直接的寄居。当然了，这难不倒其具有极高智慧的藏象生命体嘛。于是呢，他们就用基因再造的方式呢，开始创造一种全新的动物。而这种动物就集合了陆地、海洋2种生命体的长处，但又不同于已有的动物。当然了，这种再造的动物呢，就是我们的人类。而我们人类的身上确实可以找到许多地球上生物的特征，比如说人类有许多陆地生物的特征像猿类的特征这是人类身体上保留最多的一种动物特点。除此之外呢，人类还有其他陆地生物的痕迹。欧洲人蓝油油的眼睛呢，有狼的特征，而非洲人的面孔呢，有猩猩的特点等等。不但如此呢，人类在体表上呢，还与海洋生物十分接近。例如人体中70%是水分，所有的灵长类的动物的体表呢，都长着浓密的毛发，唯独人和水兽一样皮肤裸露光光的，而没有毛发。而陆地上的灵长类动物呢，都皮下没有脂肪，而人和水兽一样都有一层较厚的皮下脂肪。所有的陆地生物呢，都有极精确的盐分摄入和调节机能，一旦缺盐呢，就会影响它们其他的生理活动。而人类呢，却和海洋动物一样对体内的盐的这个平衡毫无感觉，而且经常会通过汗腺排除体内的盐分等等。当然了，在创造这些生物的时候呢，藏象生命体也充分的考虑到自己的需要嘛。在生理功能上呢，两者有相互补充的功能；在精神世界上呢，有梦呢作为沟通的桥梁等等。所以后来藏象生命呢，为了两者的健康安全他们就通过控制某些人的大脑，向人类传授了一套医学，那就是中医学。而藏象生命体还将重点放在了帮助人类大脑的进化上。所以第一就是弥补人类在生理器官上的不足，比如速度不够快力量不够大等等。第二就是提升人类的智慧水平，为两者合二为一做准备。而且从人类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呢，人类所有的技术呢都指向一个最高点，那就是天文学或者人类飞天的梦想。那这一点冲动可能并非出自于人类自己的愿望，而是藏象生命的愿望。如果承认我们有关于藏象生命存在的假设呢，那就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人类
实际上只是藏象生命体的负载工具而已。那如何来看待双方生命的这个主次关系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与藏象生命共用一个身体，因此我们的未来啊，未必就是藏象生命体的未来。我们可以毁灭消亡，但是它们呢，却不会随着我们的毁灭而消亡。一些实验证明呢，它们可以脱离我们的形体而继续存在，但藏象生命的未来呢，却一定是我们的未来努力的方向嘛。因为这种生命呢，比我们高级啊，比我们智慧，因为它们生存的宇宙空间啊，比我们更大。我们仅需要太阳系和银河系，但它们却需要整个我们已知的宇宙。而藏象生命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人类进化的方向。无论人类呢多么伟大，但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依然只是地球生物，我们还不能够离开地球嘛，甚至是太阳系，因为太阳系内有我们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如果我们要进行长时间的宇宙漫游的话，就必须携带大量的水、空气、食物。即使将来科学发展到我们可以满足上述的需求呢，我们依然会受到种种的限制，而不能够自由的生存于宇宙。我们最终呢，还是个地球智慧的生物体。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人类所依赖的地球呢，最终是要毁灭的嘛。这种毁灭呢，除了来自于太阳的红巨变之外呢，银河系内任何一颗超新星的爆炸都会将我们毁灭掉。如果在此之前呢，我们不能够发展成宇宙生物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只有毁灭了。因此我们想要彻底的拯救自己，摆脱束缚呢，走向宇宙，那么人类进化的目标呢，就只能是成为宇宙生物，这才是人类最终的进化方向。而藏象与我们共生的事实也为我们利用它，使我们进化成宇宙生物成为了一种可能性。所以人类想要成为宇宙生物呢，首先要跨越的就是我们解剖形式上的巨大的障碍，比如说克服地球引力摆脱地球生物态的依赖等等，这是超越生命基本法则的一个转变嘛。而在没有外力的帮助下呢，这个转变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人类的解剖系统的功能天然与这个藏象生理功能相通，整部中医学都在论述利用两者的关系呢，这就使得我们在跨越这个障碍时找到了一条捷径。只要我们人类的大脑能够与藏象精神主体自觉主动沟通呢，也许我们就可以跨越空间的障碍，而成为具有宇宙知识的一个宇宙生物体，实现人类的主动进化。所以我们需要充分的理解中医的基本理论，因为中医是唯一接近这一生命体的一个知识，与藏象共生呢，就是《黄帝内经》。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